设想将一个球直接抛向空中，你能预测球离开你的手后的运动吗？当然，这很简单，在到达某个最高点之前，这个球将一直上升，然后将掉落并再次落在你的手中。当然，这就是会发生的事情。你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你无数次目睹过这样的事件，你一生都在观察日常现象的物理表现。但假设我们探索的是一个原子物理问题，比如电子围绕氢原子核的运动是怎样的，我们能否根据日常物理学经验回答这个问题？肯定不行。为什么？因为微观系统运行的物理定律与你经常看到的周围宏观物体的物理学有很大不同。你所熟悉和喜爱的日常世界是按照经典力学定律运行的，但原子尺度上的系统则遵循量子力学定律。这种量子世界被证明是个十分奇怪的地方。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说明了量子的奇异性——薛定谔的猫。一个实际上并不特别喜欢猫的物理学家将一只猫放进盒子中，并一同放了一颗炸弹，在盖上盖子后有 50% 的几率爆炸。除非我们重新打开盖子，我们没有办法得知炸弹有没有爆炸，因此也无法知道猫是活着还是死了。在量子物理学中，我们可以说在观测之前那只猫处于叠加态，既不是活着也不是死亡，而是两种可能性的混合，每种可能都有 50% 的可能性。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物理系统的量子尺度上，就像一个电子绕氢原子核运行。电子不是真正的绕轨道运行，就像是空间中的任何地方都在一瞬间存在某处比其他地方有更大的可能性，并且只有在我们测量过它的位置之后，我们才可以精确地知道那个时刻它在哪儿。就像我们在打开盒子之前不知道猫是死是活一样。这就引出了奇特而美丽的量子纠缠现象。假设不是一只猫在一个盒子里，而是两只猫在两个不同的盒子里。如果我们用这对猫重复薛定谔的猫的实验，实验的结果可能是4种可能性之一，或者两只猫都活着，或者两只猫都死了，或者某只猫活着，另一只猫死了，或者相反。两只猫的系统再次处于叠加状态，每种结果都有 25% 的几率，而不是 50%。但这里有件很酷的事，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有可能去清除叠加态中两只猫都活着或都死去的结果。换言之，可以存在一个双猫系统，其结果总是一只猫活着，另一只猫死了。这个科学术语就是猫的纠缠态。但是，关于量子纠缠有些真正令人震惊的事情。如果你将两只装在盒子里的猫置于这种纠缠态，然后将盒子移动到宇宙的两端，实验结果仍将保持不变。一只猫总是活着，而另一只猫总是以死亡结束。尽管在观测结果前，具体哪只猫死亡或活着是完全不确定的。这怎么可能？宇宙两端的猫的状态怎么会以这种方式纠缠在一起？它们离得太远，无法及时沟通。那么这两个炸弹怎么能总是策划好一个爆炸而另一个无恙？你可能会想，这只是一些理论上的胡扯，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中。但事实上，量子纠缠已在现实世界的实验室实验中得到证实。两个处于叠加态的亚原子粒子纠缠在一起，如果一个粒子以一个方向旋转，另一个粒子必定以反方向旋转。事实就是这样，即使没有办法从一个粒子那里将另一个粒子传递信息来指示旋转方向以遵守纠缠规则，它们也会这样做。不足为奇的是，纠缠是量子信息科学的核心，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研究在我们的宏观世界怎样应用奇怪的量子世界的定律，就像量子密码，间谍可以借此互相发送安全信息，或者量子计算用于破解密码。日常物理可能开始变得有点像奇怪的量子世界，量子远距离传送甚至可能发展得十分迅速。某天你的猫可能逃脱去了另一个星系，那里既没有物理学家，也没有盒子。
虽然这种费米悖论还未得到解决，但为什么猫的行为这么奇怪的问题，是我们确实已知道的事实。观看此视频，了解你的这个毛茸茸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古怪，确保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错过任何值得分享的课程。